走过50多年风雨的中美关系迎来了又一个历史性时刻。2023年11月15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郊外的斐洛里庄园，雨后初霁，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这里举行会晤。这是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时隔1年再次面对面交流。正式会晤，共进午餐，散步交流，两国元首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长谈达4个小时。作为大国领袖，习近平主席在同拜登总统的会晤中谈到政治家的使命。我和总统先生是中美关系的掌舵者，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因为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穿越暗礁险滩，从巴厘岛抵达旧金山，并将从旧金山再出发。旧金山会晤在中美关系呈现止跌企稳、积极势头的关键时刻举行，不仅牵动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目光。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这是客观现实。但是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完全可以超越分歧，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坚信呢，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其实对于这场会晤，中方逻辑清晰、坦诚而务实，一开场就直接明确给出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2个选择：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另一种是保持零和思维，挑动阵营对立，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从大方向上给中美关系与这次会晤定调。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习主席在跟拜登的这个会晤中啊，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的我们的这种就是外交的方式了，同时呢，其实也是借鉴了美国的一些方式，在外交交往过程中呢，设置议题，引领讨论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次习主席跟拜登会面嘛，第一是确定战略方向，那么也就是说，美国要对中方的这种对战略方向的选择要做出一个回应。这其实应该说也是我们要去把握住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以及中美关系的一个基调。实际上，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拜登也给予很大的期望与肯定。这从拜登政府的专门邀请、精心准备，以及会晤前后媒体热议举行地点、领导人肢体语言，以及拜登还专门准备了一张38年前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第一次踏访美国，在旧金山金门大桥前的留影就可见一斑。拜登的兴奋还表现在了社交媒体上。在会晤前后，他发布了5条涉及中美会晤的推文，表示我珍视我今天同习主席的对话，我们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两个人呢，在过去是有长时间的这种多次的接触，双方其实是有比较好的比较深的这种就是个人的互信，其实双方都是很坦诚直率的，甚至是单刀直入的，直截了当的把彼此的利益关切和对方的要求提出来，其实反而是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这种战略上的误判或者政策上的误读。所以我觉得对于中美两国相处而言嘛，我觉得双方都是在探索一条如何让双方能够更好的理解对方的意图，又能够阐明自身的政策立场，避免两国关系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摩擦或者碰撞的这么一种相处的这种方式或者一种范式。对于这场会晤，富有成果、感到振奋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关键词，美媒也都积极评价。美国福布斯新闻网指出，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将为改善双边关系迈向稳定带来希望。报道称，对于解决争端、更好地理解彼此观点、推动形成合作与接触而非对抗的气氛，具有重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分析称，中美双方的主要目标或是向世界表明两国可以成为双边关系理性务实的管理者，同时展现其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将提供一个机会，为如今不稳定的世界注入稳定性。
确实，这次元首会晤最为外界所关注的，同时也是琢磨最多的具体合作，就是双方同意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恢复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众所周知，去年8月，因为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中方取消了3项中美军事沟通与交流机制予以反制。之后，两国不信任感加剧，特别是随着美军频繁的抵近侦察，中美在台海、南海军事意外的风险正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这次中美能够达成共识，恢复军事沟通，不仅表明美方拿出了端正态度的诚意，实际上也是双方管控分歧，着力于避免因为误判而引发冲突，相向而行的务实举措。从战略层面上来看，中美两国都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应该说是现在这种态势嘛，很难再经受起一起重大的外交危机或者是安全危机的冲击和破坏。那么双方也都意识到，一方面是要尽量的预防，另外一方面的话要防止一旦出现，那么面对这个突发情况，双方如何去进行直接的沟通，来防止两国关系好不容易出现了这种回暖的势头，因为这些事件在被打断甚至颠覆。这点其实也是符合中美两国现在共同利益，应该说这也是中美两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展现出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姿态。而对于两国军事对话会如何展开，据白宫官员透露，接下来中美会从3个层级推进。第一个层级是在未来几周内，中美将在政策上进行协调，建立一个框架。第二层先达成共识，这才有了后续中美财经团队的一系列互动，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的成立。如果用一个或若干个关键词来形容这次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您会选择什么？第一个呢，其实我们看的就是这次呢，也是水到渠成，然后呢，就意料之中的，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今年下半年以来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各层次的会晤，为这次最高层会晤呢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也是呢成果众多，不负众望，向世界展示中国呢跟美国可以展开合作的，这样呢可以取得很多成果，让这个国际社会也看到了这个希望。然后第三个呢，我想呢也是道阻且长，任重道远。确实，中美两国呢这个结构性的这个分歧矛盾还是很多的。今后呢要巩固住、维护好这样的一个势头，其实还要双方的共同努力。那么张先生，您近期呢也和美国学者进行过面对面的交流，结合美方学者在会晤前的一些看法，您如何来看待、评价这次中美元首会晤？11月初，我所在的单位邀请了一批来自美国知名高校的这个中青年学者来华，我本人呢确实参与其中，与他们差不多将近1周时间，基本上是待在一块儿，所以有很多很深入的交流啊。我个人感觉，就在这个会晤之前啊，美方基本上有3个主要的观点啊。第一个呢，他们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非常危险，不可持续。他们认为，目前中美两国在各个问题上都存在走向擦枪走火、陷入对抗冲突的这种风险，所以两国急需要管控风险，尽快的稳定好两国关系。第二个方面呢，他们的这个观点是，他们认为拜登政府现行的对华政策，他认为是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的，所以他们认为需要进行调整和反思。这实际上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一直在做的这个事情。第三个方面呢，他们认为面对面的交往，尤其是元首外交，具有不可替代的这样作用，所以他们都很期待两国元首能够在旧金山举行会晤，就下一步的中美关系提出一些指导性的这种方针，并且规划好相应的路线图。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去看这一次的这个元首会晤，确实其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内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对于希望尽快的调整美方的对华策略，并且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一种诉求。所以呢，这次元首会晤提出了中美应该有新的愿景，这话是什么意思？新的愿景是什么？会从哪些方面来展开？张先生，这一次会晤中，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提出了5个方面的这个愿景啊，就是说他讲的是浇筑中美关系的5个支柱。实际上，这5个方面就是中美关系现在我们讲在这次旧金山会晤之中所达成的这个新的愿景。那么未来，我觉得还在于第一个就是说延续高层交往的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就是说需要进一步的要升级拓展现有的这样一种对话机制。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如何激活全社会、全政府层面的这样一种交往。
所以我们看到在人文交往也好，在地方合作也好，在旅游等等相关方面，两国元首都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实际上，这就是未来的这样一种路线图。拜登总统呢，在这次会晤当中呢，重申了他在巴厘岛会晤当中所做出的5点承诺，也就是4不1无意。这可以说是回到巴厘岛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吧。不过呢，美方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但是习主席在谈台湾问题的时候说了3句新话，一个是停止武装台湾，2是支持中国和平统一，3是中国终将统一。那么张先生，在您看来，这些新表述有什么样的含义？我看到习主席提的3点，我觉得是很有针对性的。首先，停止武装台湾，就是说要求美国要在涉台问题上要有所收敛，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持续的去挑事，持续的增加台海冲突的风险。第二个呢，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实际上，我觉得这针对的是美国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质应该是什么。第3个呢，是中国终将统一，这实际上是在继续的向美方释放这样一种信号，就是说中国大陆有坚定的决心和意志来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对于拜登政府而言，他们需要在台湾问题上要更加的谨言慎行。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从美方所透露的这个消息来讲，包括原来这个一些军事将领所提出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时间表，拜登政府在内部也对此提出了一些提醒，要求他们不要再对外做一些事情。所以实际上，拜登政府在这个方面恐怕他是有所考虑的，他也不希望台湾问题上升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矛盾或者主要问题，因为这将导致两国关系更加难以管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拜登政府接下来恐怕会认真的去理解中方所提出的新的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你既然有他们在跟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好，在不同场合也表示不反对中国和平统一这个大业啊，那么你不反对，你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到底支持呢，还是说想要看到一种混乱呢？这个让它明确化。第二个意义更加长远的战略上来讲，中美早就达成了需要建设那个新型大国关系，10几年前就有这个东西。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在当前的这个节点，要不要有新的内容、新的定义、新的含义呢？那么新的含义既然提到 vision 了，那就要充实它。台湾问题是这个 vision 的基础啊。那个基础不稳，你怎么样来谈这个愿景呢？第3个，对于盟国的认知有威慑作用。那么中美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共识，最基本的共识的话，那么美国的盟友他的立场也不会偏到哪里去。当地时间11月15号晚，在见证了中美两国人民100年交往历史的旧金山，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欢迎宴会，热情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宴会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频频提及老朋友。演讲题为“汇聚两国人民力量，推进中美友好事业”，讲的是人民的友好故事，其中也有不少他自己的故事。开场便点到了那张金门大桥的留影。今天上午，拜登总统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的，还给我看了看。习近平主席说起元首会晤的小插曲，台下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鲜明的记忆，温暖的点滴，因民相亲而深刻。38年前的往事竟如数家珍，能在装满大事的心底珍藏那些岁月，只因倍加珍惜和呵护远隔万里的友情。掌声、握手、注视、笑容。这个旧金山的夜晚，相逢的时刻分外浓烈。在场人都知道，这注定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晚宴。现场布满着历史的回响，承载着岁月的凝视，流动着绵延的友情。宴会开始前，加州州长纽森向习近平赠送了一件 NBA 金州勇士队球衣。习近平接过球衣后放在身前，笑问：“我穿上这件衣服以后，也会变得这么神勇吗？”纽森回答说：“是的 ，MVP 最有价值球员。”其后，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会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纽森当时就承诺送给习主席一件球衣，如今就实现了。外界注意到，华春莹用每天几十条内容的频率，在社交媒体平台详细记录着中美友谊以及受到的热情款待。
在这场别开生面的欢迎晚宴上，深圳卫视特派记者捕捉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飞虎队老兵来了，史迪威将军的后人来了，古岭之友来了，埃奥瓦州、华盛顿州的友人也来了。在这里，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欢迎晚宴更受关注的是中美老友记的上演。现场的不少嘉宾都是中美民间交流故事的主人公。在今晚旧金山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实际上是一个又一个中美交流故事的合集。也正是这些不断传递的故事，让中美民间交流历久弥新。友人们走进会客厅，习近平主席微笑着向大家致意。走在最前面的是从埃奥瓦州马斯卡廷远道而来的兰蒂女士。这位现年86岁的老人带来了一段跨越世纪的中美友谊故事。1985年，当时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率团访问马斯卡廷，兰蒂负责接待工作。兰蒂至今记得，年轻的习近平脸上总洋溢着笑，很愿意欣赏密西西比河风光。他对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大河印象深刻。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再次访问马斯卡廷，看望了兰蒂和当地友人们。据新华社2012年2月15号发自马斯卡廷的电稿，习近平当时说：“中国有句古话，衣莫若新，人莫若故。”27年前在这里度过的短暂而美好的时光，让我历久难忘。埃奥瓦州是我接触美国的第一站，你们是我最早结识的美国朋友，对我来说，你们就代表美国。5年前，兰蒂对习近平2次访问马斯卡廷家中的记录、见证与观察结集成书《老朋友：习近平与埃奥瓦的故事》出版。去年，他将这本书连同一封信放在一只用埃奥瓦州核桃木精心制作的木盒内，寄往遥远的北京。很快，他收到了习近平的回信。信中写道：“我曾2次到访美丽的埃奥瓦州，同马斯卡廷市结下不解之缘。中美2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人民友好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为2国关系发展提供重要基础。”如今又一次相逢，习近平轻轻扶着兰蒂女士的胳膊，亲切地拉家常叙友情。晚宴结束后，兰蒂告诉深圳卫视特派记者，多年未见，习主席依旧充满活力，在演讲中表现得轻松自如。Well, I think the feeling of goodwill between Xi Jinping and the old friends is just like it was. Our countries, I hope we can work together. 再次见到习近平，埃奥瓦州友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卢卡·贝隆难掩激动之情。在1985年的马斯卡廷访问之旅中，贝隆负责接待。回顾往昔，历历在目。贝隆的家里至今还保存着记录了当年访问的报纸、照片等物件。在贝隆眼中，习近平是一位非常珍视人民友谊的大国领导人。贝隆对深圳卫视特派记者回忆说，即使时隔多年，在一次活动中，习近平主席在见面时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他，那种感觉就像是老朋友重逢。今年6月，贝隆受邀出席在中国福建举办的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再次感到习近平主席对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贝隆说，这些经历成为他致力于推动美中民间交往的动力源泉。他也对美中关系重回正轨充满信心。I think we have to be positive. Obviously, as both leaders said, there cannot be a great world relationship without a grea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it's importan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get along and work together. So dialogue is important because without that, there is no understanding and no improvement. 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前主席、美国前驻柬埔寨大使肯尼斯·奎因也是受邀参加欢迎晚宴的埃奥瓦老友之一。他最自傲的一项成就是自己可能是有幸同时与习近平及其父亲习仲勋握过手的埃奥瓦州第一人。1980年，时任广东省省长的习仲勋访问埃奥瓦州，当时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奎因陪同习仲勋在埃奥瓦州考察。11年前，在一次陪同访问中，奎因亲口告诉习近平，1980年自己曾参与接待率团访问埃奥瓦州的习仲勋一行。每次讲到这，奎因都会放慢语调，因为当年习近平听到这里也停下了脚步。
笑着说道：“那你有2个有趣的故事了。”奎因后来请人专门创作了一幅油画，主题就是2个有趣的故事。如今，这幅主题油画悬挂在粮食奖基金会总部。奎因认为，习近平和艾奥瓦州人民之间建立的深厚情谊，充分证明，中美2国虽然治理理念不同，但仍可以建立真正友好的关系。他说，习近平与美国艾奥瓦人民交往的美好经历意义深远，可以帮助2国关系在遭遇困难时超越分歧，聚焦合作。The room was filled with people representing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nd companies who have significant interest in China. And that's always good to see. And to have those people together because they mostly will view that having a stable, positive, and reasonably friendly relationship is good for whatever they do, good for the things that they do. 在这场近40分钟的演讲中，座无虚席的宴会厅内10余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习近平从自身经历娓娓道来，又在对历史的回顾中荡漾开去。多位与会人士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他们都被演讲中深刻的历史回响所震撼，久久无法平静。国与国的交往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中美也曾隔绝对立22年，是共同的利益让中美超越分歧，是人民的愿望让2国打破坚冰。回望历史，中美关系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离不开2国人民的双向奔赴。2战期间，中美人民用血与火锻造了飞虎队情谊。1971年，小球推动大球，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古岭之友延续了100年友谊佳话，费城交响乐团续写了跨越50年的音乐新篇。人民在习近平的演讲中，这个词出现了60多次。他反复强调人民对于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当习近平主席提到中美2国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包括增加中美客运直航航班、举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优化签证申请流程等，现场掌声雷动。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大门由人民打开，故事由人民书写，未来由人民创造。正是善意友好的涓滴汇流，让宽广太平洋不再是天堑；正是人民的双向奔赴，让中美关系一次次从低谷重回正道。有观察指，习近平主席的演讲高举人民旗帜，唤起了中美2国人民对彼此的美好历史回忆，不仅为中美2国人民在现实中发展友好关系奠定积极的心理基础，有利于中美2国超越分歧、相互成就，同时也直接与美国人民对话，从而遏制美国国内部分极端反华势力对舆论的干扰，为接下来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扫清障碍。而现场的热烈反响也充分证明，2国民众有着坚实的交流基础，对于发展合作、增进沟通有着高度期待。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加强民间友好和人文交流对发展2国关系的重要意义，并与美国各界人士多次真挚互动，推动中美民间友好续写新的篇章，为2国人民加强交流、增进理解、扩大合作注入强劲动力。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美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不会变，中美人民交流合作的根本愿望不会变，世界人民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普遍期待不会变，2国人民的友好故事还在书写。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的时候发表了重要演讲。这一演讲生动讲述了中美友好交往的历史，深深打动了现场的所有人。那么这些天来呢，许多海外媒体都在争相报道，形容习主席的演讲十分真挚感人。对于这次演讲，钱先生有什么感受？这个演讲呢，我也是反复看了好几遍。确实呢，我感觉呢，这个演讲是有情有义、有理有据。如果讲英文就一个字 people， 像中文呢就2个字人民。因为他用这个习主席在讲话中呢，其实有很多丰富的事例呢，也讲到了，就是说中美关系的这个大门是人民打开的，
这个中美关系的故事是人民书写的，中美关系的未来也是由人民来创造的。那其实包括呢这次的讲话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习主席呢也还专门讲到了这个未来5年有个5万名这个美国青少年呢这个来华交流的这个机会，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美国民众包括加州民众呢特别喜爱的这个熊猫，因为现在熊猫呢这个暂时呢就回国了，在美国没有熊猫了。其实通过这种例子，要深刻的呢就是面向美国的这个民众。我觉得这次习近平主席之所以这么强调中美关系的这种所谓人民性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至少有2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呢是要带领或者说让美国一些人重新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不是因为某一届政府或者某几届政府的政策所以，它根本的动力在于两国民间对于中美关系友好发展的这样一种强烈的诉求。所以说我们不要忘了根基在哪，这实际上也是在提醒美方，提醒美国政府，你并不是中美关系的主导者，我们要回归，要落到中美关系的初心上，回到人民上啊，更强调人民的这样一种力量。我觉得这是他希望传递的一重信号。第2重信号呢，其实习近平主席一直非常重视中美2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啊，他讲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来改善和促进中美关系。实际上他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演讲，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他的一些个人的这种经历和故事，进一步的去向美国国内尤其是民众传递这样一种中国仍然致力于发展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的这样一种良好的这种愿望，也希望民众能够持续的在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这实际上也是当前中美关系所非常需要的。很坦率的讲啊，就是近些年来中美关系发展，我们也看了一下，美方一些政客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扮演了很恶劣，甚至是极为恶劣的角色啊。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啊，他们的做法其实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应该说也是违背美国人民利益的，违背美国人民愿望的。所以我们这么样来强调中美关系的人民性，这里面是不是也暗含着一种对于美国的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的批评？确实，过去几年来，中美关系出现了很多杂音、噪音，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客和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所喧嚣、所炒作而形成的。而美国的对华民意也在不断的下降，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政客试图去释放这样一种错误的对华认知，从而影响到民间。但实际上，我们从2国民间交往的情况来讲，美国广大的民间社团也好，包括地方也好，仍然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希望中美友好、希望这个对华友好的这种声音和力量。所以这股声音和力量一直在，但是呢，由于美国政客和精英一直在主导涉华舆论，导致这一股基层的力量没有得到有效的表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谢峰大使在去美国赴任之后，他也提到要把那些对中美关系好、认为中美关系好的人一个一个的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寻找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重新发现这样一个人民的基础，并且也要提醒相关的政客，你们是由民众选票投出来的，你应该要代表民间的这种声音和态度，而不是只顾你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正义的声音，让我们的这个符合2国利益的声音呢更大，也压过他们，而且呢要用行动，要用行动来证明呢，这个中美2国呢是有广泛的合作的空间。习主席呢也开诚布公地表示，中国从不读美国书，呼吁呢美国也不要读中国书。这里面传递出来的信号或者说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张先生，这涉及到认知的前提的问题。你认知要起点是什么？认知的起点如果是读对方书，实际上心里面有一种想法，叫做英语叫做 wishful thinking， 就是期待的一种想法，就期待对方不好。那么如果按照期待对方不好的想法去做的呢，老去找那些黑材料，然后呢把双边关系推向一个死胡同，最后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那么如何来改变对方的这个认知前提，我想这是非常难的。一个是双边领域能不能有新的东西出来，第二个就是外部环境，要塑造外部环境。现在还不仅仅是中美双边要塑这个事，更重要的是第三方的事。
地区层面，地区层面跟中国的经济一体化，是对于整个地区国际环境是有好处的。这种认知成为主流的话，那么对于美国一部分不友华势力，它就形成了一种客观的牵制的这个作用。全球的南方国家，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于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是有好处的。这种认知成为主流认知的话，那么美国的单方面的一些错误认知，它就没有市场。事实上，在过去的1年，中美两国在各个层级和各个领域展开了系列互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徐徐前进。分析认为，本轮会晤中美双方取得了一定成果，有助于帮助两国增进互信、稳定预期、促进合作。然而，未来1年包含着美国总统大选，这卫视对比了此次中美双方对两国经贸关系的相关表述。中方表示，美方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单边制裁方面不断采取针对中国的举措，严重损害中方正当利益。希望美方严肃对待中方关切，采取行动，取消单边制裁，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但这些内容在美方的新闻稿中却只字不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荣休院长约瑟夫·奈就表示，美国无法完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脱钩，否则将会对自身和全球经济造成巨大损害。在安全领域，部分脱钩或去风险可能会继续，但代价高昂。从双方谈的和美方的新闻稿表现出来的，并不完全能够说明更多的问题。更关键的，对于中美经贸关系如何去走下去，我们还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美国方面，也有一些理性的声音在重新思考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正面的。但是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就美国经常说一套做一套，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有2方面的原因，就是他可能习惯性的外交领域，说好话干坏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更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拜登政府有没有能力去落实执行自己的这个元首会晤最后达成的这种共识，这也是考验美国国内政治的。高飞还表示，美国其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会使中国成为民主、共和两党共同针对的对象。同时，从特朗普到拜登，对华政策的延续性也反映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将导致中美关系不会在短期内获得根本性改变。中美关系从过去的伙伴走到今天，我觉得美国国内的政治发挥了非常不好的作用。那么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上出现了一种极化的现象，一定程度上这个2个党都愿意拿中国说事。每逢大选的时候，双方都把中国作为攻击对象，用来给自己在国内政治上的不作为寻找借口，这个是可能会经常出现的。如果美国不能有效地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的话，无论怎样对中国的打压，都不能使得美国他们自己所期待的在世界上继续领导世界、继续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些方面呢，这个美国应该做出深刻的反思。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是中美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次再出发，这还只是一个开篇。中美两国已经着手推动在外交、经贸、人文、教育、科技、农业、军队、执法、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对话合作，把合作的清单拉得更长，把合作的蛋糕做得更大。实实在在的做事儿，好好打交道，能否让美国树立正确的认知呢？钱先生，扩大这个合作的蛋糕，扩大这个合作的清单，让就是说更多的美国人呢能感受到这个中美合作的这个。其实最近呢，我们讲到这个刚刚结束的那个上海进博会，看得出来这个中美两国这个贸易包括呢包括我们讲这个农业方面的合作利益是非常大的。这次美国呢，他也是第一次派出这个联邦政府的官员带这个团队呢参加这个进博会，这在以往都没有的，表明了这个美方的这种姿态。要通过这种双方呢一点一滴的，包括呢这种正向相向而行，通过合作积攒的一些正能量，从而呢消除可以说是两国的这个分歧争执的这些负能量，最终呢也为呢中美两国呢能够顺利的跨越
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呢，也是创造了条件。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评论都认为，旧金山会晤之后，中美关系只会迎来一个短暂的稳定期。究竟是一个新的开篇，还是一个短暂的稳定期？张先生怎么看？它肯定是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啊，这个显然。另一个方面呢，它这种稳定器的功能能不能延续啊，或者说能不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从中方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在于首先，这是在国际局势动乱交织的情况之下，中美真坐下来谈，两国就围绕两国关系中的双边问题以及重大的全球和地区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而且达成了诸多的共识。所以说，这对于世界来讲是有意义的。这其实对中美关系而言，也是澄清了很多原先的这样一些错误的认知，并且建立了很多新的工作机制，来试图延续这样一种良好的势头。还是要看接下来一段时间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这就涉及到美方能不能切实的将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实到具体的实际行动之中，通过实际行动来展示美方对于改善和促进中美关系的这样诚意。那么我想这个风浪的这个不确定性呢，可能大概是3个因素。第一个，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国内政治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最大不确定因素。第二个就是海上的问题，3个海，东海、南海、台海，这3海联动的可能性会不会出现？啊，第3个就是经贸的问题。这3个问题如果叠加，那么风浪就非常高。那么如果能够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减弱势头，并且比较好的去一个一个的管控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中美关系的还是有可能在可控的范围内逐渐走向稳定。钱先生如何来看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姑且就说1年吧，中美关系的走势？美方呢，其实在接下来的这个处理呢，这个中美关系呢，也还会坚持一个两面的，可以说也边对话，但是呢，同时呢，也是呢这个边打压。这既要确保中美关系呢，这个不失控，但是呢，也要这个继续确保呢，这个美国呢，包括在这个军事、科技啊众多领域的这个优势。美方的呢，因为我们讲这个心态还不是不能完全，或者是还没有呢，就正视中国的这个发展，还是带着一些他的一种想这个经营中国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对待中美关系。那这样的话，再加上呢，美方自己国内的这个政治因素啊，包括一些突发事件，就是很可能这个下一年的这个中美关系呢，我觉得呢还会在我们说这个边斗争啊，这个可以说是边合作这样一个态势中运行的。有分析认为呢，日本近年来的对华政策失去了战略自主性，表现出追随美国和从属于中美关系的特点，导致中日之间结构性难题不断积累。如今呢，中美关系出现了止跌企稳的势头，那么岸田政府是否会对其对华政策有所调整？张先生，我觉得肯定会调整。有的时候，我觉得日本在某些表态上，甚至比美国还要跳得高。那么这一次的中日的首脑会谈，我觉得它的意义所在呢，就是对于中日关系，特别是日本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一个能够纠偏走正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且日本是有内在需求的。第一个，从国内政治来讲，明年是自民党的总裁选举，明年秋天。那么岸田首相内阁的这个支持率目前也不是很高。那么在外交方面来讲的话呢，日美关系七国集团峰会这些传统项目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邻国关系，中日关系肯定是一个很值得被关注的一个事情。这方面做得好，那么对于它的内政来讲的话呢，是加分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呢，从地区层面来讲的话呢，印太经济框架成果不明显，日本国内也颇有微词，排他性的，特别是排中国的经济框架，在这个地区是没有市场的。那么你如果只有几个国家老在说中国不好，其他国家都在说中国好，这个你怎么去说服国内呢？是说服不了国内的，你在外交上也走不通的。这个反过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日本的这个战略认知的改变呢，是会起到很大的这个纠偏。中美之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应该还是常态。中国呢肯定会继续选择以斗争求团结。那
那么中美博弈的主战场不在谈判桌上，而是在各自国内的发展势头上，也在中美两国运筹帷幄的智慧和能力上。就具体处理两国关系而言，中方接下来要做好哪些事情？陈先生，战略上还是要保持一个定力，耐心的以时间换空间，包括呢这个中美关系呢这段时间呢可能的缓和期呢，可以说我们要好好的用好。在外交上呢，其实我们也讲了，也要广结善缘，扩大朋友圈，不仅眼睛要放到这个大国关系，而且呢对周边关系呢也是要格外看重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还在这个全球的南方国家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经济上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壮大发展好自己。不管是对美工作，还是对其他方向的外交，都要服务于我们国内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局。所以说，这个次序又不能变。所以不能为了稳定中美关系而稳定中美关系，一定要从国内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整体的外交的这个全局，要从这个方面去有一个战略的高度和历史的高度。我们知道现在，中美关系是处在一个战略相持的阶段，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是常态，所以未来我们也不能指望中美关系会一直好或者会一直坏，肯定会是处在这样一种斗争合作的，或者说这个各种残暴的这种相互残暴的这样一种阶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相对清醒的这样一个认知，对中美关系不要有过高的预期，同时也要做好一些底线的思维。还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做好自己的事情，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45周年，还是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对外开放。